公司怎么就剩你一个人了？他们去住院了。那公司团建嘛，老板拨了点经费，那小涛一看有回扣拿呀，就自告奋勇，非要负责团建策划。他就为了多拿点回扣，不知道搁哪整那点烂菜叶子、过期的鸡蛋，就给他们炒菜，成功把同事给送医院去了。那你怎么没去？我当天有事我没去呀，我属于幸存者。这也不能赖我呀，我出力办事吃点回扣，人之常情啊。方便问一下，这次团建老板拨了多少经费吗5000，你留下多少4900，那我也没亏待他们呀，我给他们做了好几道大菜，那珍珠翡翠白鱼汤就挺受欢迎的。就是白菜疙瘩汤，那白菜烂的就剩个帮子，还带个脱节印子。那咱讲话了，你就从菜市场捡，你也得捡点人吃这玩意儿嘛。那烂白菜给老母猪吃完，老母猪都下不了崽儿。还有那面粉都过期了，5颜6色的，跟他妈彩虹糖似的。你下厨就说下厨，还整个做饭呢。他怎么那么挑食呢？都是我的心血。再说我做了一大桌子呢，总有他们爱吃的。那炒豆芽他们吃的就挺香。那炒那豆芽是挺嫩，用的都是芽尖，同事们也爱吃，吃完全进医院了，无一幸免。为什么？他还是肉倒腾土豆的，那土豆都发芽了，那把那芽尖都刮下来了，给俺们炒着吃。那玩意儿吃完还能有好啊？我们现在一看那炒菜都犯怵，这外卖都不敢点了都。炒根好香啊！你吃啥呢？人家这玩意儿，人家这蘸料拿去蘸鞋店都比你炒的玩意儿好吃。那我去蘸着试试。老板，你叫我，那算什么呢？给你算工资呢。这么多理由，谢谢老板。这是同事住院的钱，从你工资里扣。你白干10年。别，老板别。你不是辞职去创业了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创业未半，中道崩殂。那上个月嘛，那小涛就嫌自己工资低，脑袋一热就提辞职了，就要自己出去创业，自己干嘛。那后来呢？创了1个月，差点没饿死。最后死乞白咧回公司了，工资还降了500，这下满意了，消停了。现在那大丈夫生于天地之间，岂能郁郁久居人下呀？那些同事们连辞职的勇气都没有，看我失败了，还背地里嘲讽我。他们嘲讽你什么？创业未半，回公司摆烂。我觉得你不摆就已经很烂了。方便问一下创业项目是什么吗？我听人忽悠开了一家早餐店，干了不到2周，干不下去了。这是为什么？我早上起不来。谁家早餐店他晚上开业呀？他说早餐店早上开，竞争压力太大了。他聪明啊，他晚上开，避开早高峰吗？我觉得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客户跟不上我的思路。我不会放弃创业的。他回来看得出老板对他还是挺宽容的。那老板说了，他出去一趟还知道回来，就说明他挺忠心的，还知道认家，这不是感动了吗？就让他回来了。是什么原因让你没去其他公司呢？是因为感情深厚吗？我去了，他们不要我。小涛辞职创业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年轻人嘛，就该有这种拼搏奋斗、不甘于现状的精神。我觉得他很厉害。谢谢老板，你真懂我，我去努力工作了。去吧。他厉害在哪？他厉害就厉害在给大家开了个好头，大家看到他都不想去创业了，踏踏实实工作。我准备把他留在公司，让警钟长鸣。各位老板，今天跟大家分享如何将员工变废为宝。你怎么站着办公？站得高看得远啊。老板开会说公司效率低，问大家有什么看法？这小涛站起来了，自告奋勇非要监督我们工作，这不站同事中间吗？跟监考老师似的，搞得同事们不得安宁。我们真是谢谢他把本猪呢。在其位谋其职，我必须严格监督。有句话说得好，惯子如杀子，我们这也是为了他们好。不是，你这把同事当成什么了？当什么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老板的第3只眼睛。工作时间不允许看与工作无关的东西。感觉他还挺有干劲的。那老板说了，被抓扣的钱全打到卡上当奖金，他能不积极吗？要我也积极呀。他给我下了9块地呗，谢谢他。工作时间擅离工位，扣50。说大话再扣100。这不钓鱼执法吗？是他们经受不住诱惑，给他们点教训是应该的。不是我怎么我也罚款了？你昨天上班时间偷偷去拿快递了，我查监控查出来的，晚再扣50。他1个月工资1500，从我们这扣的每个月工资都能过万，那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，你这不吸同事们血吗？那有的同事辛辛苦苦干1个月都不够他扣的，那还得欠他2000多块钱，多他妈招人恨呢！你这损人利己的，每个月拿不少吧？那还行，不过我最近买房了，要还房贷，我得加把劲儿了。他这么说的，我他妈今天非得把他炒了！我认为小涛至少提高了团队竞争力，对同事严厉一点也是无可厚非的。老板，我这个月再创新高，罚的钱达到了6位数。他们没意见吗？没有，他们刚刚都辞职了，现在公司就剩咱俩了。听说老板被你气罢工了。我都知道以大局为重，老板就是太不成熟了。那上周公司开表彰大会，你说小涛当场把那投影仪给整坏了，那放出来那画面全黑白的。那你说领导那照片他本来就严肃，你这一投屏整的跟把人送走了似的。你这好好的表彰大会，你整的跟追悼会似的，那老板能不生气吗？也不能全怪我呀。那机器坏了，黑白照片本来气氛就够沉重了，那些领导们还不多笑笑喜庆一点，那都打了个脸配合我干啥？还笑笑？那搞谁能高兴起来呀？就那气氛，那主持人念职业履历念的跟生平事迹似的，谁愿意上台呀？完你说那小子让他放点歌吧，他就挑那哀伤的放，叫什么二泉映月呀，就那玩意儿啊？那咋的嫌气氛不够沉重啊？那领导们为公司操劳那么辛苦，我来点感人的音乐，人之常情啊。你看现在开晚会，不管什么节目，最后不都得煽情啊？你不煽情开什么晚会？那能叫煽情吗？那老板上台一念稿就整的跟交代遗言似的，我们憋笑多难受啊！害得我都让老板批评了。嘴角笑下是怎么笑的？
这滚犊子，跟你有关系？还能笑出来？他李闯就是没心，看老板致辞我都哭出来了。为了方便工作，老板别墅都是在市中心买的。他这么拼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？老板现在还生着气吗？弄坏公司设备是我不对。老板已经3天没来上班了，你赶紧说点啥劝劝他呀？行，老板你已经旷工3天了，你再不来我就让人事给你记上了。你真够呛！你给我出来！听说你被同事赶出公司了。那是他们格局太小了。那公司最近谈个项目，就让他负责文案。你说这小子他不会写，他也不吱声啊。那赶最后一天交工了，告诉俺们这7天就憋出来3个字，那害得我们奖金都没了。一个人耽误一整个公司，同事们没揍他就不错了。你有多大能力干多大活呀？我就是不适合做这些粗活，把这么没技术水准的工作交给我，不就是赶鸭子上架吗？这明显是决策问题。你既然完不成，为什么不说呢？我都是老员工了，不得要点面子吗？让人知道我在公司这么多年什么都不会，多丢人啊！再说万事开头难，光那开头3个字我就斟酌了好几天。哪3个字？我不会。那你不会，你倒吱个声啊！那上回我让他算账吗？那100以内加减法跟那小子 CPU 干烧了，3天才退的烧。那咱说你脑袋不好使，你勤快点也行啊！一天来公司了，3关就往那一摊呗。我一样干点活吧，就像开0.5倍速似的。你这不就磨洋工吗？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，干活快慢都是相对的。就比如人类的反应速度比狗慢，所以在狗看来我就是0.5倍慢动作。话里有话呀。我只是说我干活慢是有道理的。闯哥，我不是真偷懒。再说也不能怪我，我那电脑跟我一样是老员工了，早就卡的不行了。这公司不给你换新电脑了吗？资料都在老电脑上，用起来麻烦。哎呦我的！到偷懒连累同事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呢？其实小涛也算是要资历有资历，要能力有资历的老员工了，是应该给他安排轻松一点的工作，老板你真懂我。他有什么能做的？把他以后的工资捐出来分给同事。你怎么不和同事一起办公？我怕他们打扰我工作。他不是怕打扰，他是怕被打。那头2天老板开会说我们工作效率低，就问我们有什么解决办法。那小涛爱表现呢，就建议说我们下班都别走，多加时班。你看着没？这现在都下班了，同事们谁都不敢走。那现在同事们一看到都恨不得给他撅插花盆里。那勤能补拙啊！你工作效率低，就得多花时间来弥补，这都人之常情啊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我还跟老板提出了进出同步，老板都夸我了。进出同步？这上厕所的同时把饭吃了，进出同步吗？省出来的时间工作吗？那上厕所用个屁股就够了，你嘴不是还闲着吗？你这个时间用来吃饭，不就可以双管齐下，留出更多的工作时间吗？有必要这么拼吗？有必要，而且我认为别人休息的时候才是我们超过其他公司的时候，所以我向老板提议取消了假期。我真谢谢他。现在就因为他，公司实行探班制，谁想家了就申请让家人来公司看一眼，只能看不能说话，要不他耽误工作呀。那现在我们除了产假1天假都没有。你这样同事们不会抱怨吗？弱者才会抱怨，强者已经开始适应了。反正不能跟他李闯似的，宝贵的午休不工作，天天捧着个手机在那看初音未来，那公司还能有未来吗？再说我跟你说不行，下班我得走了。我跟他是惹不起的气，我卷不动，谁爱加班谁加班。那工作效率提高了，老板应该挺高兴的吧？刚开始还行，现在也飞炮。老板，你上厕所不能不吃饭呀！进出同步，你得以身作则呀！给我滚！快吃吧。听说你把老板气病了啊！那昨天老板生日公司聚餐呢，我们都给老板送祝福，就小涛非要给老板算命，说老板活不过退休，给老板气的一根都栽地上了。他还挺得意，那指着躺在地上的老板问俺们他算的准不准？那我算的就是准啊！老板要不是送医及时，都差点提前应验了。我算那么准都没人夸我，那承认别人优秀就这么难吗？咱们算出这个是有什么根据吗？我看了老板手相，老板命里就有个大劫，直接影响了他的生命线长度。那这一大劫指的会不会是你呢？那气没半条命，那可不大劫吗？那老板早上来那小脸蜡黄蜡黄的，我们现在都可担心，连饭都吃不下了。我看他们吃挺香啊。那上班吃海底捞那能不香吗？小涛啊，赶紧把老板哄好啊，哄不好同事们饶不了他。咋样了？我要了老板的八字，跟他说他八字硬，能活到99，然后他立马就生龙活虎了。你这样多好啊！你看这哄多开心。这么看来，小涛还是挺机灵的哈。还行。八字这么硬，谁他妈等电梯呀？老板，可不能这么闹啊！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待算命这件事呢？玄学这种东西吧，宁可星期有，不可星期五。这不是工地最近要开工吗？我让小涛去勘察风水。老板，不知道谁在工地门口挖了个大坑，我不小心掉下来了，你找人来救我呗。你再不来，我就该被埋上了。不行啊，小涛，黄历上显示今日不宜动土啊，改天吧。啊？怎么在公司走廊办公？同事们不让我进去，把我孤立了。那午休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？他中午搁那扯着嗓子搁那练歌，外放。那我们正午睡呢，他一嗓子甩过来，是人非人的，还带点高音，他给我们吓得心跳都少2拍。这不给他撵出来等啥呢？还搁这唱歌啥的都个人自由啊，他们吹他们的，我唱我的，井水不犯河水。那你就不能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考虑了呀，我让他们戴耳塞，他们不听，这能赖我吗？连放带唱的。大中午头愿意听他那破玩意儿啊！再说你唱的好听也行，那正常说话都破音呢，还唱歌呢。那他一张嘴，我寻思谁家驴把蹄子给崴了呢？
那没有放屁动静好听。这么夸张吗？那可不嘛，那公司开工拜财神呢，那小涛想上去唱2句，直接让老板给拦下来了，就跟小涛说：“你那歌声传神仙耳朵里，容易犯天条。”他怎么啥话都说呀？这不埋汰我吗？反正我觉得我挺有天赋的，是他们没有鉴赏能力。方便展示一下吗？第一只大步往前走。哎，好了好了，哥们儿，你能听实话吗？唱的什么玩意儿？那我们工作本来就挺累的了，中午还得受他摧残，谁受得了啊？难怪要把他赶出去。那可不嘛，午休对我们这种上班族来说多重要啊！你中午眯一会儿的话，下午2、3天肯定不能走。哥们儿，你让我回来吧，我知道错了。老板说了，回来行，以后午休别打扰同事们了，听着没？闯哥您放心，我以后中午肯定好好睡觉。小涛也是年轻不懂事，我不怪他。反正现在办公室也安静了。完了，老板，同事们又没法休息了，他又上班了，睡觉呢。给他连人带桌丢楼下吧。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。啊？这不最近工作累了吗？我们同事几个就商量着出去爬山呐、旅游，放松放松，就众筹了5000块钱。这小涛自告奋勇，非要保管经费。这不挺好的吗？那到山上碰着个要饭的，他一看是个漂亮妹子，那大手一挥全他妈刷哈了，1分没剩，真他妈乐善好施啊！人家是个妹子，楚楚可怜的，都沦落到乞讨了，肯定比我们更需要钱呀。再说了，他都叫我哥哥了，肯定不能吝啬呀。他们就是没有爱心。你大方，你别拿我们钱大方啊！那后来没经费了，那我们走下来的，17公里山路啊！我这身高都摸短5公分，我这脚上全是泡，你看看不？你那到山下我们一个个照的灰头土脸的，像他妈闯关东似的，不知道的以为第一个下山了呢。小涛好在也算帮到那个妹子了，不是吗？那要饭的妹子下山摇身一变，直接上了一辆黑色的奔驰，一个穿燕尾服下来给开的门，就差说一句：“小姐该回家了，姥爷想你了。”再说那小涛那一个月工资就1500，你有啥资格帮人家呀？我是看走眼了，但我出发点是好的呀。我这么善良，他们不夸我，还对我指指点点，是他们格局太小了。5000最后又不是在我手里，他们怎么好意思让我还呢？有善心是好事，这点随我很欣赏他。老板，同事们把我围起来了，我怀疑他们要对我动手了。小涛的处境好像挺危险的，没事，小涛，你听我的，你往空旷的地方跑。这么做是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？别打坏了办公室的东西。听说你们老板被人打了。跟客户发生了一些不愉快。那老板挨打不全都拜他所赐吗？老板跟客户出去吃饭，那假鸡蛋端上来了，客户想尝尝，老板就让小涛给他分一分。那小涛数了一圈就说不行，你们一共8个人，7个王八蛋没法分。这客户当时就掀桌子了。那不患寡而患不均呢？8个客户7个蛋，少分给谁也不好看呢。我考虑的这么周全，他们不感谢我还要动手，我看就是素质低。后来打起来了吗？本来我是能跑的，但我不能丢下老板的。我看着老板被8个人围着打，我冲上去就帮他解决了一半。你身手这么厉害，以前练过？4个打他，4个打我。那大喊一声就冲进去了，一拳头下去给人戳掉个痦子，都破不了防。就是可怜的老板，极度冷静的迎了对手的拳头，上去就是3连，眼眶干缺青。今天早上来上班，我以为戴墨镜来的呢。唱歌，你叫我啊，我叫你，你把这个给老板拿回去吧，这是梅菜扣肉的，老板喜欢吃，让你气的1天没吃饭了。真香，你从哪儿整的？我也想吃。你吃你。最后你和老板是怎么脱险的呢？本来我们没什么胜算，最后还是靠我的伶牙俐齿解决的。不愧是属狗的，那一看老板不行了，他蹦起来客户一顿咬。虽然说他骨头软，但他那牙是真硬啊，就他那一口牙7高8低的，横看成岭侧成峰的，那咬一口不得缝好几针刀，给那帮客户全吓跑了。作为老板，你怎么看呢？同事们都说他一身反骨，故意气我，但我不这么认为，都是老员工了，我认为他还是挺忠心的。老板，梅菜扣肉自嗨锅，你看还知道我爱吃梅菜扣肉，梅菜扣肉呢？我扣下了。梅菜呢？没菜了。你怎么在厕所办公？啊？那工作累了，上厕所摸会儿鱼，那属于正常现象。那他缺心眼儿啊，一上班就钻厕所，下班了才出来，那工味儿落灰了都。那人家是去摸鱼，他过去是闹海，你这不活该让老板罚去厕所办公吗？我觉得这算是给我升职了。你看我这独立办公室，面积比老板的都大，这还有全自动饮水机，这能不算升职吗？看上去你还挺喜欢这里的。还行，就是空气不太清新，大家总进进出出的，有时候还不冲。你看着没？这不以为耻还反以为荣。那老板那本意是惩罚他，他还挺乐呵。他这样会影响同事吗？那咋不影响呢？那我们现在上厕所都得限时。怎么了？他入厕已经超过5分钟了，并且宣告无效。我已经拨通了老板的视频电话，你自己跟他解释吧。哎，你他妈的，哎，老板，我反思过了，上班时间在厕所摸鱼是不对的。为了防止同事们再走上歧途，我得监督他们，杜绝摸鱼现象。这死孩子多损呐！那自己淋过雨就得把别人扇撕烂，这哪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？确实有种小人得志的感觉。你这算啥？来，你跟我来，你给我来，我领你看看去。炮哥今天坏肚子，多通上5分钟来。你这事不好办呢。去吧，10分钟。怎么他是10分钟呢？他送的东西好啊，这个按摩仪就是上次他孝敬我的，我天天盯着这些摸鱼的，累得颈椎疼。我也拉肚子。你空着手来，没法给你加钟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你这个屁大点权利他都得利用起来，就没有问题他都得制造点问题。同事们不能在厕所摸鱼了，你们老板应该挺开心的吧？这刚开始还行，现在不对了，也废了。
老板，你上厕所已经超过5分钟了，你得以身作则呀！还给我滚！你快出来吧！听说老板被你气病了。啊，他夜班给女同事讲鬼故事，给人小姑娘下离职了，整点夜宵非要拿那个微波炉加个鲱鱼罐头炸了一办公室。今天早上来又给客户算命，说人家活不过退休，一天气老板3次，这得多大仇啊！我的出发点是好的呀，讲鬼故事是看大家困了，你给客户算命都没收他钱，一切都是为了老板着想。你再说了，你看我像那种不靠谱的人吗？挺像的。你就说他哪像个来上班的？这不天上降下的魔种吗？就这祸害，要是没有他，公司和老板最起码能多活30年。川哥，老板这么生气，不会要开我吧？要不我给他送点东西啥的，认个错。你拉倒吧，你这嘴像他妈对开塞露了似的，一开口肯定没好事。上回这小子送老板一顶帽子，那害得老板脑瓜差点让你剁下来。老板带我去银行见客户，我现在天冷了，就给他准备了一顶棉帽保暖，关心关心他。方便展示一下送的什么帽子吗？商家说了，纯棉的，严丝合缝，特别保暖。他刚给老板戴上，那客户跟老板就让保安按地上了，还挨了2棍，最后还是我去领的人。看得出来，小涛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你看咱能不能出个主意帮帮他呢？你要是真想送啊，你就学学我。懂了，川哥。老板，你伸手，我送你个表。What time？听说你被老板赶出公司了。伴君如伴虎，老板不要我了。前2天老板请员工泡温泉呢，那我们刚坐下的时候，老板就发现那小涛大腿根那块儿了，起了一片红红的，还掉屑，就说他有传染病，就给他撵出去了。老板那就是无知，那谁有传染病了还出来洗澡啊？我那就是脚气传染的，你跟他们解释了也没人听，还骂我，我不委屈吗？那他说那话谁信呢？谁家脚气能传染到大腿根那块儿啊？你这不把人当傻子糊弄的吗？老板当时就急了，穿上衣服就走了。你大腿根真是脚气传染的吗？真是啊，现在天气太冷了，公司又不舍得给我们开空调，我嫌冻脚，平时就这样坐着。那确实是冷点，那大家也都这么盘腿坐着呀，那也没见谁脚气传染到大腿根啊，就他特殊啊。再说那不开空调不是他建议的吗？让老板省点电费吗？方便问一下，咱公司现在有多少人得脚气了？之前一个都没有，就那次泡温泉嘛，那我们也没有一丝丝防备，他也没有一丝顾虑，直接就下水了，直接就给我们都传染了。不过好在我们现在都在用这个洛夫联苯变色喷雾，没事就喷喷袜鞋和脚，尤其是脚底和脚趾缝，很多细节都不敢落下。那以后还会让他回公司吗？不太好说，你知道我们现在都在喷，他那脚气那么严重，他也不当回事儿，老板现在也挺生气的，反正。老板的态度还是挺坚决的，在这里你有什么想对老板说的呢？老板道歉。老板，我那大腿根上真的是长了脚气，我现在天天洗脚，擦干了就用洛夫联苯变色喷雾。你让我回去呗，我绝对把脚气拿回吃。我让你回去了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谢谢老板。怎么小涛刚回公司就被带走了呢？我想过了，都是老员工了，总不让他回公司也不是个事儿。为了从根源解决他的脚气，我已经自掏腰包为他安排医生治疗了。你真是个好老板，安排的什么治疗呢？截肢手术。你们为什么站着办公？老板说要走出舒适圈啊。那老板说我们工作安于现状，让我们走出舒适圈啊。那小涛来劲了，说我们坐着办公太舒适了，影响效率，就建议我们站着办公。那同事们现在一站1天，那腿肚子要钻筋了。我这是实话实说呀，坐着就是效率低。哎，你怎么坐下了？你坐着得罚款50，我给你记上。站着那么累，你就没替同事们考虑一下吗？我考虑了，虽然办公站着，那上厕所的时候不就蹲着了吗？一举两得，全当休息了。这不就劳逸结合了吗？啊，是这么个劳逸结合。那自己说话不带脑子，还连哑巴，你这不纯坏种吗？我怎么感觉咱屋里比室外还冷呢？必须冷啊，走出舒适圈吗？这空调开制冷呢，这屋里都他妈快零下了，这不也是他的建议吗？空调太温暖会让人昏昏欲睡，耽误工作。为了让同事们有寒窗苦读的感觉，我向老板提出了入冬开制冷的方案，让他们走出了舒适圈。就不怕同事们感冒吗？感冒说明工作还不够努力，忙起来就不会冷了。你看着没？这一天天办公室哪有个消停时候啊？这挣的都不是工资，是窝囊费。小涛执行力这么强，老板对他应该挺满意的吧？刚开始还夸他，那后来这小涛把老板养的热带鱼给端太阳底下去了，晒成鱼干了，1000多一条呢，那给老板心疼的直掉眼泪都。老板说要脱离舒适圈啊，那鱼总在公司里划水，我看他就是偷懒，我就想激发一下他的潜力。老板也要以身作则呀。他说老板搁办公室睡得太舒服了，就把他办公室给拆了，现在就剩个废墟了。小涛执行力这么强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身为老板要以身作则，我不怪他。就是下次拆办公室的时候，能不能跟我说一声？好的，老板。我看你每天来的都挺晚的，应该是在家里太舒适了。我叫的施工队现在来你家了。你怎么在这儿办公啊？公司来这团建，走的时候没带我，把我丢下了。那确实是忘记了。再说那也不能赖俺们呢，那他平时搁公司没啥存在感，还总内卷俺们。那团建还带个电脑跟老板谈工作，
那全公司都不待见他，这回来时候没人叫他，那不也正常吗？同事应该也不是故意忘记的，其实也可以理解。他们来的时候也忘叫我了，还是我自己一路打听着过来的。他们一见我来，都说晦气，全都散了，太不尊重人了。那本来团建我们都其乐融融、欢声笑语的，一看他来了，集体沉默了，笑容也收起来了，那气氛沉重的跟追悼会似的，影响我们团建心情。他还委屈什么？他们走的时候地都收拾干净了，宠物都带上了，就把我忘了，这不是表示我可有可无吗？反正我挺没面子的。你告诉他们，不亲自来接我，我就不回去了。他们将会失去我这个同事。他这么说的。张姐，赶紧告老板，快点快点！他就这么讨人嫌吗？那我们团建玩到一半，他来了，我们一点胃口都没有了，饭都没吃。你们饿不饿？来，要试一下鲜面的，来哥。哎，让哥，这还是麻辣烫口味试一下啊？你的儿子是半糖，甜度直降50%，老上头了。看得出来你们挺开心的。他们是不是来求我了？求你了，求你别回去。他们说了不算，我得跟老板反映一下，他们排挤我。没打通吗？老板把我拉黑了。你是不是把老板也得罪了？团建到饭点了，老板就给我们分士力架，我就说老板你分士力架这么扛饿的东西，是不是不舍得给我们多点几个菜？老板就不理我了。地球离了谁都这样转，公司没了小涛，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？我不敢苟同。公司离了小涛可以赚得更快更好，少他一个不少，多他一个就多了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觉得这是老板对我的考验，既来之则安之。我以后就在这办公了，而且老板都承诺了会接我回去，我得坚守到那个时候。是什么时候？下次团建再到那的时候。